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习舌诊的内容和正常舌象。舌诊时需要观察什么内容呢？舌诊主要观察舌质和舌苔两方面的变化。舌质是指的舌的肌肉脉络组织，为脏腑气血所容养。望舌质主要包括望舌色、舌形、舌态和舌象络脉4个内容，是用来判断脏腑虚实、气血盛衰，以后正气为主。舌苔是指舌面上覆盖的一层苔状物，为胃气上潮所生。望舌苔包括望苔质和苔色2个内容。望舌苔可以反映邪气的性质深浅、邪正消长及胃气的有无。正常舌质主要特征是舌色淡红鲜明，舌形润泽大小适中，舌态柔软活动灵活，舌象络脉无迂曲。正常的舌苔的主要特征是苔色为白色，苔质为薄，颗粒均匀，干湿适中。因此，正常的舌象可概括为淡红舌、薄白苔。这说明脏腑功能是正常，气血津液充盈，胃气旺盛。正常的舌象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，可产生生理性的变异。因此，在掌握正常舌象基本特征的前提下，要注意某些生理变异，知常达变，才能够准确判断舌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年龄。年龄是舌象生理变异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比如，老年人舌头多暗红苍老，儿童的舌头多娇嫩而淡白，苔偏少而易剥落。舌象一般与性别没有明显的关系，但是女性受月经周期的影响，在经期可以出现舌的菌状乳头充血，而使舌质偏红，或舌尖边部点刺增大，月经过后会恢复正常。我们来看一看体质禀赋因素对舌象的影响。由于先天禀赋差异、体质的不同，舌象也可以出现一些差异。比如，胖人舌偏胖大，瘦人舌偏瘦小。另外，裂纹舌、齿痕舌、地图舌等等，均有属于先天者。除有相应的病理表现之外，一般情况下没有临床的意义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气候环境因素对舌象的影响。季节或地域的差别会产生气候环境的变化，引起舌象的相应改变。比如，夏季湿热明显，舌苔可偏黄腻；秋季天气干燥，舌苔多偏干；冬季严寒，舌苔多偏润滑。以上是舌诊的概述部分，接下来我们将学习望舌质和舌苔的具体内容和意义。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